各位，天狂有雨，人狂有禍呀。作為油管的第一黑嘴不第一神嘴啊，浩哥是說誰誰進去，瞪誰誰完蛋。那個前两天咱們不說这個青島那個咆哮哥對人家在那個栈道上拍照的女孩啊，無端的糾纏謾罵的那個青島二逼大哥嘛，我說他肯定完蛋了吧啊。精神病也不管用，當地警方幾乎還是袒護他的，精神病也不管用啊！這個二逼大哥這回是進去了，而且被拘留了10天，往後的事兒完不了，還另說着呢。中國的人民日報都定調了，注意啊！以後在中國大陸當眾罵人，那就得坐牢了。注意啊，這是一個轉折點，朋友們。男子在青島海之戀公園辱罵女遊客，崂山警方最新通報。男子在青島海之戀公園辱罵女遊客，崂山警方最新通報。瞧見了吧？男子在說精神病啊，他自述患有精神病。青島海之，然後呢，當地警察還給他去鑑定去了。真给他不是，當地警察是為了自己的面子，知道吧？因為當地警察最開始的時候說他有精神病，那必須得鑑定出精神病來呀！鑑定出精神病來，按說應該擺脫責任了吧？這次不行，鬧的事兒太大了，人民日報都下場了，我親愛的朋友們。8月24號晚上，人民日報客戶端發布了評論：街頭微案檢驗城市的治理精度。近日，網傳一名女子在青島海之戀公園被一名男子辱罵視頻引發公眾的關注。8月24號，青島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發布了警情通報，經司法精神病學鑑定，該男子施某某患有雙向情感障礙，同時對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處罰。針對麥島派出所工作人員答覆媒體不安全你不來呀，言語不當等問題，崂山分局誠摯的道歉，並對當事人批評教育。從公開視頻看，女遊客段某某在公共空間正常拍照，僅因一句拒絕便遭遇施某某6分多鐘的言語辱罵與糾纏，令人憤慨。後續網民提出4日發生事件，20日公安才發布第一次通報等質疑，將此事推上了熱搜。此外，有人指出青島文旅抖音賬號關閉評論區，更是點燃了網民的情緒。儘管該賬號的評論區事實上一直沒有開，並非因此事關閉，但表明公眾希望盡快看到官方表態的強烈意願。青島文旅不是這次被罵的關閉了，而是上一次路虎女事件就給罵的關閉了，對嗎？青島大蝦事件罵的關閉了是嗎？青島這些年來的這麼多事兒8月4號事件發生，8月10號段某某在其個人社交媒體賬號上發布視頻，公安部門進行異地取證，對違法人精神疾病的司法鑑定，的確需要時間來執行法定的程序，但客觀上長時間未對公眾有所回應，確實引發了輿論對反應時效的追問。可見對類似事件的處置尤需快速回應，積極作為。旅遊城市對公共安全的快速響應是城市管理能力的集中體現。海之戀公園作為開放式的濱海網紅打卡點，其巡防觸達、守街響應、攝旅警情閉環是否真正落到了快速響應的標準上，值得認真的復盤。青島警方和青島政府都受到了人民日報的委婉批評。這回這事兒在青島的政壇上，這個事兒不能算完，你看着吧，肯定有人會受處分。旅遊環境不是抽象概念，它由無數具體可感的細節構成，更由一個地方長期積累的治理水平和文明生態所決定。
誠如許多網友所言，一次事件不能定義一座城，一起負面輿情也遮蔽不住青島城市文明的主流。人們能在許多暖心的善舉中看到凡人的微光啊。8月18号，游客來青島迷路，熱心大爺二話不說繞路把游客送到地鐵口。這個夏天，青島的一對父子趙新軍、趙龍龍34天內2次下海救人，救下3條人命。青島309路公交車駕駛員貼心的幫扶輪椅乘客安全乘車，全程守候。這些煙火日常中的熱心熱情，才更像青島的樣子啊！打一棒子，人民日報還給青島一個甜枣。這頭街頭的微小案件也檢驗着治理精度，守護好每一處公共空間的秩序，是城市文明最直觀最樸素的表現。治理提质貴在精細，重在前置，必須推動法治從被動善後向主動預判轉型，從粗放管護向精細深耕升級，盯住小事，管住微恙，抓實細節，方能讓治理更有精度，秩序更有力度，城市更有溫暖。山海之城當有山海般的開闊胸襟，現代的治理當有潤物無聲的精細溫情。以個案為鏡，以問題為靶，讓每一位身處其中的市民與遊客都能感受到安心、舒心與暖心，才是一座旅遊城市、網紅城市最持久、最亮眼的名片。這是人民日報對這個事件、對青島整體環境的一次審視。這個事兒在官場可是不小啊，朋友们。女游客在一公園遭男子辱罵，青島警方在通報41歲男子施某某尋釁滋事違法行為成立，被刑拘10日。8月24日，山東青島嶗山公安發布警情通報，施某某尋釁滋事的違法行為成立。針對施某某自述患有精神疾病，經調查就醫診療情況，鑑定其為雙相情感障礙，目前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狀的躁狂發作，限定受處罰能力，已於24日對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處罰，當日送拘留所執行。針對網傳施某某與麥島派出所所長微信聊天截圖，經核查，2月4日，麥島派出所對外公開張貼所長制打碼，施某某於6月7日掃碼添加麥島派出所所長微信並留存電話，後曾通過微信和電話諮詢糾紛調處、公安便民服務等事項，2人5個人交往。8月24日，嶗山公安分局就青島海之戀公園一男子搭訕不成、辱罵外地女遊客事件發布通報，對涉事男子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處罰，並針對麥島派出所工作人員答覆媒體言語不當等問題誠摯道歉，已對當事人批評教育。從事發到立案再到通報，20天之後，海之戀公園事件終於迎來了結果。青島文旅相關賬號也已經重新開放評論區，直面網友批評與質疑。從緊閉大門到敞開對話，青島文旅的這一轉變值得肯定，也為政務新媒體如何應對輿情提供了啟示。隨着近幾年各地文旅的出圈，遊客們在當地遇到問題都愛找文旅部門求助。文旅類官方賬號不再只是展示美景、收納讚美的宣傳櫥窗，而成為了連接城市與遊客、傾聽民意的線上橋梁，更是在互聯網上代表城市形象的名片。遊客來到一座城市，欣賞風光之外，更在意的是出行的安全感。青島作為北方最熱門濱海旅遊城市之一，海之戀公園事件發酵後，網友們湧入當地文旅賬號留言，本質上是普通遊客對公共遊覽秩序、自身出行權益的關切，是正常的公眾監督。評論區處於關閉狀態下的文旅賬號，看似隔絕了負面聲音，規避了輿論壓力，實則是火上澆油。由於溝通渠道不暢，反而放大了公眾猜忌，讓個體糾紛演變為關乎城市形象的輿情。無論是青島文旅這次及時重開評論區，還是青島公安就民警回復不當誠懇致歉，都傳遞出了官方直面問題的治理姿態，也向外界傳達了當地願意傾聽多元聲音，正視公眾對網紅打卡地治安管理、公共空間應急處置的各類疑問。一座成熟的旅遊城市，既要經得起鏡頭的讚美，也要扛得住公眾的批評。政務治理當摒棄差評潔癖、少一點一關了之的鴕鳥心態，多一份坦誠溝通的治理智慧。敞開評論區，容納不同聲音，積極回應訴求，才能真正守護遊客安全感，擦亮城市文旅名片。一場普通的公園搭訕糾紛，最終演變為全網熱議的城市輿情。青島海之戀公園這起事件再次印證了一個道理：輿論從來不怕直面問題，最怕回避問題。近日，一名女遊客在青島海之戀公園正常拍照，遭遇陌生男子搭訕，被禮貌拒絕之後，男子惱羞成怒，指責遊客影響自己跑步，對他持續進行圍堵，言語辱罵長達6分鐘。
面对女生反复道歉、卑微退让，甚至说我给你跪一个，你能放过我吗？对方依舊是步步紧逼。男子全程逻辑清晰、冷静且刻意。事发之初，现场处置人员以对方疑似精神问题劝导受害者谅解，相關現場視頻屢遭下架，引發公眾對處置尺度的普遍質疑。事發後，網友紛紛前往青島文旅官方賬號追問真相和處理結果，而官方賬號選擇直接關閉評論區。這種堵嘴式冷處理，讓一起個體失德違法事件徹底發酵為城市公信力危機。直至8月20日，嶗山公安通報對涉事男子立案調查，事件才回歸法治處置軌道。縱觀整件事，搭訕男子挑獨行女性下手，缺乏基本的邊界感與同理心，無視女性的恐懼與尊嚴。事後拋出的精神有問題說辭，不過是企圖規避法律追責的慣用托詞。法治社會從不認可口頭免責，唯有法定司法鑑定才能作為評判行為能力、界定責任的唯一依據。任何人都不能拿精神問題當肆意施暴的擋箭牌。比個體惡行更傷城市口碑的是消極敷衍的治理姿態。輿情洶湧之時，關閉評論看似規避了輿論雜音，實則關閉了民意溝通的窗口。公共治理最忌諱鴕鳥心態，問題捂不住，輿情壓不下，越是回避遮掩，越容易消耗公眾信任，放大城市負面印象。真正的城市形象從來不是無瑕疵的假象，而是直面問題、知錯即改的底氣。城市的文明底色是讓每一位路人擁有踏實的安全感。期待警方依規查清事實，依法嚴處，並且公開透明披露鑑定結果和處置詳情，懲戒失德違法行為，正視公眾訴求，補齊治理短板。唯有坦誠面對、公正處置，才能修復輿情創傷，守住城市文明與法治底線。再也不能罵人了，因為罵人也違法。如果有人在公共場合罵你，或者在微信群發送辱罵、恐嚇你的信息，干擾你的正常生活的，公安機關可處10日以下拘留，1000元以下罰款。突然辱罵他人，或者說捏造事實，導致他想不開，造成重傷或死亡的，那就涉嫌犯罪，最高可判3年。各位中國的朋友們，你們可得注意了啊！人民日報定調了啊，新修訂的治安處罰條例也出來了，在中國以後如果當眾罵人的話，直接可以坐牢了啊！各位，那至於青島警方呢？哎呀，青島警方這個事兒啊，叫黃泥掉到褲襠裡邊啊，那不是那玩意兒也是那玩意兒，反正青島警方這次夠嗆，他媽的有人可能得受批評受處分吧，因為這個貨這個二逼在他的微信群裡說他跟當地的派出所領導有聯繫，然後青島警方說他只不過是通過我們的政務熱線加上的，沒有個人交往啊，沒有個人交往，也讓朋友什麼聯繫了文旅局啊。看了沒有這個貨啊，說我沒有搭訕的想法，但是我確實喜歡跟美女搭訕。這個孫子說話是根本就言不由衷啊，他說沒有搭訕的想法，鬼信呢啊，確實喜歡跟美女搭訕，這是事實。然後就有他的合夥人，他不是弄了一個所謂的資產管理公司嗎？有人說是個黑社會收賬公司，這個不知道啊，這個不知道，反正是這個事兒完了以後啊，如果是當地的警方也受到了處罰啊，或者是批評的話，你想想他出來這個事兒能完嗎？警方也不會放過他吧？他的合夥人是這麼說的啊，青島的二逼大哥的前合夥人說，本人啊是他的前公司合夥人。第一啊，這個人2025年5月利用我的個人信任，私自侵占客戶資金並轉移個人財產，因此產生的合同糾紛迫使我出讓公司的股份。以後呢，未經我本人的同意，把我設為公司監事，且拒不配合更改。本人早在2026年5月與多個相關行業的業務微信群內以及朋友圈公布了和他的徹底終止一切業務合作往來的聲明，有效傳播範圍5000人以上，具備一定的傳播廣度，均有聊天記錄截圖以及朋友圈截圖啊。那一看來呀，他這個所謂的資產管理公司，那就是一個
這個灰色地帶的这麼一個江湖的收账公司，或者是反正不是个正經行業。你想想，真正的金融管理公司哪來的5000人的客戶群？那不扯淡嗎？這可能還牽扯到違法問題呢，這個仔細查查吧。網傳的所謂的資產管理公司註冊地址為本人的私宅。我2022年5月本人退股以後，我一再要求他變更聯繫地址，他一直各種理由推脫這個地址現在還註冊到他家裡面呢。本人深知這二逼的人品與作風，十分理解廣大網友對此事的憤怒，但青島市市北區人民路290號與我本人的手機號與這二逼毫無瓜葛。自事件發酵以來，本人每天收到10幾通來自熱心網友的電話罵他們。本人的住宅地址收到過黃紙、元寶等物品，已經嚴重影響本人的日常生活。看到了嗎？他的前合夥人爆料，這二逼大哥的確不是一個好鳥有精神病也不管用。這次拘留出來，我估計青島的警方的這個氣兒還得衝着他再來上2、3輪吧。你們說呢？各位，點個訂閱，下期再聊。